这大峡谷底下是水，听见了吗？说明这峡谷底下是一条河呀。那个云彩立着往上升的，看着吗？等会儿试一个吧，怎么？看那往上，那个云彩是吧？是立着往上升。还有呢，坐着玩可以拍个照片，靠这儿站坐了。看，就那老头每次都不走正路，又独辟蹊径的。你看这个小路，这本身是没有路的，那边有正常的路，铺好的路，他不走，他非要在这儿下去。本次旅行是2022年1月1日新年，每次剪辑都会压抑到工作不下去，所以直到今天才算勉强收工。那一天我们约了几个好友一起去给罗多瓦火山旅行，早上10点出发，经过3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给罗多瓦附近的小镇。虽然我们经常出去旅行，也走过很多国内外的名山大川，但依旧感叹这里鬼斧神工的美。厄瓜多尔的景色都是大自然的，没有过多的开发和人为建设，不远处就有一个景观，但却没有太多的游乐设施，纯粹的自然景观，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景点很多，所以总能错峰旅行。唯一让这个旅途不完美的就是途中我们路过了无数这样三五成群的委内瑞拉难民，里面有很多妇女、儿童，甚至还有一些孕妇和在逃荒的路上生产的婴儿。曾经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最有优越感的人民，沦落到今天仅仅几年时间而已。看着他们背着破旧的行李，领着本应该在校园里读书的孩子，一路乞讨甚至偷抢，我的心莫名的抽搐，一阵阵翻腾。可怜他们无家可归，心疼他们命途多舛。我一个朋友说我自己过得狗逼不是，还见不得人间疾苦。我知道他们也有很多是施暴者，偷盗、抢劫，甚至伤人性命。从大量委内瑞拉难民过境厄瓜多尔开始，厄瓜多尔的治安便直线下降。80%的偷盗、抢劫是委内瑞拉难民造成的，但他们曾经都是普通百姓，因为一次错误的选择之后再也没有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的国家没有政治上的巨大变动，没有经济上颠覆性的滑落，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在烈日下用脚投票，一走就是1-2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通过正常的工作可以填饱肚子，谁愿意冒着被抓、被打甚至被判刑的风险去偷去抢呢？我不是为他们开脱，不好的治安状况也同样给我带来威胁和恐惧。我也憎恨他们一小部分人作恶，让整个民族和团体背负骂名。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因为先逃出来的难民做了很多坏事，导致后出来的难民被拒绝入境，被别的国家的人指指点点。他们无法再像以前一样自由地穿越边境。为了控制人民出逃，他们不给民众办理护照，本来应该免费或者只收工本费的护照暴涨到$6000一本。也许你不知道$6000意味着什么。一个委内瑞拉人工作1个月赚取的当地货币仅能换取不到$10。据统计，全球国际移民数量接近2.72亿，其中2/3是劳务移民。全球移民数量上涨，但仍然只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仅3.5%。这意味着全球绝大多数人居住在他们出生的国家。然而国际移民的估计人数和比例已经超过对2050年的一些预测，即全球移民数量达到2.3亿，占全球人口的2.6%。印度居住于国外的移民人数最多，1750万，其次是墨西哥和中国。最大的移民目的地仍然是美国，5070万国际移民。不幸的是，过去2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迁移和流离失所事件。
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创伤以及生命的损失。最严重的是，数百万人因为冲突而流离失所，极端暴力或严重的经济政治动荡。由此可以看出，人类迁徙影响最重要的是政治环境。其实也不难理解，在一个国家生活和一个家庭生活是同一种感觉。如果国家善待你，即使你的家园发生了很多自然灾害或者贫穷，民众会愿意和你一起努力，共同建设家园。从小我们就读过绿孔雀寨的故事，在荒芜贫瘠的土地，经过人民的努力，都可以建设成非常美好的家园。反之，如果政治环境不好，那就如同你的伴侣背叛了你，甚至想要谋害你。即使你家财万贯，你也会害怕不知道哪一天会失去生命，从而失去一切。那你唯一想做的就是逃离，跟我们多像啊！我第一次出国旅游的时候，就被景区的人特别关注，就因为我们是中国游客。中国制造代表廉价，中国游客意味着素质低，不守规则。但我才是第一次出国，我很遵守规则，为什么还会被特别关注呢？因为之前不讲规则的人已经给他们留下了固有印象，他们分不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们只知道那些是中国游客，你也是中国游客。他们会认为前几天抢劫的是委内瑞拉人，你也是委内瑞拉人。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有人问我为什么出来，我说为了自由。他说海外的自由是给富人的，穷人到哪儿都一样。自由不能当饭吃，自由是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自由让你吃屎你也得吃。也许你会觉得我说的夸张，但想想全球唯一一个回国要捅屁眼检测疫情的国家，剥夺人的隐私和尊严，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在这里简单思考一下，为什么每天都说各种抢劫枪杀的国家吸引了全世界各国人民争相加入，而岁月静好的强国却排在了第3位的出逃大国？有独立思维的人不要听别人说了什么，多看看别人做了什么。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你的观点，你的想法。这是人家自拿这个瓶盖啥的做的2个木头洞。